大家好，欢迎来到币圈旅人的频道。这个频道呢，主要是分享一些币圈赚钱的策略，以及各种协议代币的介绍跟研究。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呢，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并记得打开小铃铛，才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新影片的通知。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Radiant， 一个在 Arbitrum 上的借贷平台。那 Radiant 呢，主要是提供让你使用稳定币去借以太或比特币，或者是使用你的币去借稳定币。那这个平台它主要是靠存款跟借贷的利差来赚取收益，就像现实当中的银行一样。比如说我们看存款的利率是 2.74， 借款利率是 6.98， 中间的差额就是这个平台的收益。那收益会分配给谁呢？主要呢就是分配给 RDNT 的质押者，以及 RDNT 跟以太流动性的提供者。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赚钱策略呢，主要是使用稳定币赚取一个低风险的收益。那赚取的主要是 RDNT 这个代币。那为什么会讲到低风险呢？风险呢有3个。第一个呢是这个平台智能合约的风险，如果说这个智能合约被黑了，或是出了任何问题，你的资产呢会受到损失。第二个是作为稳定币本身，我们使用的 USDT 或 USDC， 甚至是DAI，它本身的风险，比如说 USDT、USDC 它是中心化机构所发行的，那只要这个机构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的资产可能会受到损失。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就是桥，因为它不是以太坊主网上的，它是 Arbitrum 的2层网络，所以势必有一个桥。但是呢 Arbitrum 呢是基于 Optimistic 的一个以太的 Layer 2 解决方案，所以它的安全基本上是由以太坊主网去保障的。那第3点的风险稍微小一点，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所以会承担这上面3种的风险。那至于这个策略本身，因为它是存 USDT 借 USDT 反复放大倍数放大收益，所以基本上是没有风险的。风险在于刚刚提到的这些。好，那我们要如何开始去操作呢？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小狐狸钱包，并把网络呢切换到 Arbitrum One。好，如果你还没有 Arbitrum One 的话，你可以使用 chainlist.org 去添加。那 chainlist 这个网址我会放在下方，按这个 Add to MetaMask， 然后批准，它会帮你自动选一个比较好的节点，切换就可以了。好，第二步，因为 Arbitrum 呢它是以太坊的2层网络，所以它需要使用以太作为 gas fee 来使用。你每一步操作都需要消耗 gas fee， 也就是消耗以太。那这个呢，我们可以使用币安或者是 OKX 来提币，直接提到这个 Arbitrum One 上面。我们在提币里面选 Arbitrum One 就可以了。手续费是 0.00012 以太，相当于 0.2 美元，非常便宜。好，有了 gas fee 之后呢，我们需要的就是 U 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策略是使用 U 的嘛。好，那如果你是台湾的朋友，法币的部分你可以使用 Max。这些提到的交易所注册链接我都会放在下面。如果你还没有这些交易所的话，你可以入新台币，然后换成 USDT， 然后 Max 现在使用 Polygon 提币，提 USDT 是免手续费的。那提 U 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到是 OKX， 因为币安它是不支援Arbitrum 上的 USDT 的。我们这个时候就找到 OKX， 然后选择 Arbitrum One， 手续费只要 0.1 美元。那其实这样子我们提下来，整个手续费大概只有 0.3 美元而已，非常便宜。然后速度也很快，基本上2-3分钟就会到你的钱包里了。
做完这些准备以后呢，我们就回到 Radiant， 点这个上面的存款，然后把你的 USDT 存到这个里面。你点进去以后呢，需要批准一下，批准协议使用你的 USDT， 然后存进去，并把这个可作为抵押品的开关打开。再来到借款这边，去再借 USDT， 这样反复操作，直到你借不了为止。基本上健康度在 1.1 左右吧，好像就借不了了。那我计算过啊，1万美元呢可以借5万美元的，你这样反复的存借之后，可以借大概5万美元的金额出来，也就是5倍。那这边有一个小技巧啊，就是你存完了以后，还有你去借款，你借到不能借了以后，它的健康度是 1.1 嘛，对吧？但我们这边因为是使用稳定币的，所以稳定币它不会涨也不会跌，你可以把剩下的金额取出来，让健康度保持在1以上就可以了，可以是 1.01 或 1.02， 这样也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这个我已经尝试过了，所以最大可以借到5倍。如果你不太懂的话呢，你可以留言，如果今天存1万，然后最多借出5万美元，然后再把这5万美元存进去，放大收益以后可以得到的年化收益是4569美元。那本金是1万嘛，所以相当于是 45.69%， 也就是每个月380美元，相当于1万块台币了。这个收益还是不错的，并且风险很低。那再来我们要讲一下的是 RDNT 这个代币，因为可以看到啊 U 的这个存借利率之间它是没有多大的利润的，最大的收益来自于 RDNT。 但是 RDNT 呢，它的机制稍微复杂一点，我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是我之前挖的几天的一个收益啊，大家可以看到是2170个 RDNT， 然后现在价值584美元。那它这个 RDNT 你挖出来以后是需要手动在这边去点这个 Start Vesting 去解锁的，然后解锁之后它就会进入解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到期日，比如说只有3月16、3月23、3月30号的啊，这个具体怎么算呢？它7天为一个解锁期啊，然后你解锁是一个，你点下去解锁以后呢，需要等待28天。所以我们这边打开日历算一下，那它是以每周四早上8点去计算的。好，简单举个例子给大家讲，比如说3月23号周四早上8点到3月30号周四早上7点59，是一个7天的周期。也就是说，在这个周期里面你在任何一天去按下 Start Vesting 解锁的按钮，那都要从30号往后等待28天，你这 RDNT 才可以取出来卖掉。那这里有个小 pebble， 就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是3月23号，对吧？那我在3月23号的7点59分去点 Start Vesting， 然后解锁。它会算到什么呢？它会算到3月16号到23号这个周期，所以它会从23号往后算的28天。但如果你一旦超过7点59分到了8点的话，那你就要从下一个周期开始去算了，你就多了7天。所以大家记得在每周四早上7点59之前你去 Start Vesting 是最划算的，在时间上你可以解锁相对多的代币，以及等待少一个周期。我不晓得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听懂？好，如果没有听懂，一样可以留言。好，处在解锁阶段的这个
代币呢，它同样可以分得平台的一些奖励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claim， 可以 claim all， 我可以去领取，这就是作为这个$585协议的收益，然后去分得的一些代币的奖励。那这是一些额外的，我们主要还是去得到这个奖励是最重要的。好，那这边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这个风险在哪里啊？对吧？这个 RDNT 它只涨不跌吗？或者是它可以稳定在这个价格吗？对吧？否则有可能，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的存款的利息是小于我借款的利息的，对吧？所以单以这个存借来讲，我是要付钱的，对吧？要付一些 U 的。但是在加上这个 RDNT 的奖励之后，我就可以覆盖我的这个借款的成本，对吧？并且还有赚。那因为它需要解锁28天，那在这28天里面 RDNT 的这个价格如果跌到0怎么办？这个也是一个担忧，没有错。那我们来看它的图，基本上呢，它现在是突破了一个前高。我们可以前高去观察，只要它守不住这个前高，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停止这个策略，对吧？如果它还能始终保持在前高上面，你就可以继续赚这个 RDNT 的代币奖励。那这个前高其实挺重要的这个前高挺重要的。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它只涨不跌吗？我们接下来会讲到 Radiant 的 V2 版本，那它之后有一些措施让 RDNT 的这个代币价格可能可以维持在一定的水准。那这个是作为第二部分，我们接下来就会讲到。好，讲到 V2 呢，我们就需要看它的治理平台啊。它这边已经有9个提案了，那跟 V2 版本更新相关的是第3到第8个提案，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看啊。好，第3个提案啊，改进这个 RDNT V2 的链上流动性资金分配。这个最主要是我们现在是提供流动性的人，他是提供 RDNT 跟 ETH 50:50的流动性池。那 V2 的版本，它会使用这个 balancer， 然后是用80:20的 RDNT 跟 WST ETH 去配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RDNT 就占了80%，对吧？原来是占50%，所以可想而知，这个 RDNT 它在这个需求上会变多，对吧？这是第一个，流动性提供的需求变多。我们再来看第4个提案。我们现在去存借这个代币赚取 RDNT 的奖励，大家可以看到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但在提案4里面，它需要有一个提供流动性的门槛，是 5%。比如说我今天刚刚我们存了1万块钱，那我们需要持有价值 5% 的 RDNT 跟以太的流动性交易对，才可以去获得这个 RDNT 代币奖励。那这个就是第2个促使大家会去购买或者是去持有RDNT 的一个需求。什么意思？就是我放1万块钱在里面，那我需要持有等值$500的一个流动性。好，接下来再看第5个提案。提前退出的惩罚。现在的话，提前退出的惩罚是 50%， 也就是说你挖了1000颗 RDNT， 但是你要直接取出不等28天，对吧？那你需要被扣500颗。这个扣掉的500颗会分给 RDNT 的质押者，他们去获得，那你会得到 50%。
而新的退出的提案呢，你1000颗代币，如果你提早退出，90%又会回到这个 Radiant 的道的储备了，又回去了，等于你白挖了，剩下10%会直接被销毁啊。所以这有2个部分啊。第一个是我们在旧的这个 V1 的版本，50%给你，你还可以卖，对吧？那50%给了 RDNT 的质押者，质押者可以卖，对吧？所以这个代币还是完全到市场上了。但是在 V2 版本里面呢，它既不会给质押者，也不会给你，它90%是全部收回了，10%是直接销毁了，所以这样就抑制了 RDNT 的通胀，对吧？好，接下来我们看第6个提案，V2 的归属跟锁定。好，这个分3点啊。第一点是，如果我锁定，我质押了 RDNT 过期了之后，我还是可以赚取这整个协议的费用收益啊。但是在 V2 里面呢，我就不继续赚取了，这样提高大家再次锁定的一个意愿吧。然后第2个是删除7天的周期。刚刚我们讲7天为一个解锁周期嘛，但是我们在这个周期的最后的7点59分去解锁，效果跟在周期的第1天解锁是一样的，对吧？好，那在 V2 就会取消这个设定了，它会每个人按你解锁的时间去线性的释放。好，第3点，原来是28天，再来会延长到90天啊，并且是线性释放的，等于延长了这个锁定期。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赚这个 RDNT 奖励的话，要尽快啊，90天就更久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第7个提案，协议费用的分配啊。好，原来呢有50%的收益是给这个 RDNT 的质押者他们，然后50%给这个借贷双方。那在 V2 的版本，60%会给这个 DLP， 也就是流动性提供者，这个会加大之后 RDNT 的流动性，这个是好的。再来25%会分给借贷的双方，然后15%会做给道组织来支付工资啊等等，所以接下来奖励会减少，从50%变15%，所以等于减半了，对吧？奖励减半，然后主要奖励的是这个流动性提供者，让这个代币会有更好的流动性。最后第8个提案，在 V1 里面呢，这个 RDNT 的发放要持续24个月，2年，在2024年的7月结束啊。但 V2 呢要延长到60个月啊，会到2027年的7月。那一样，这个就是说它的排放更久，对吧？所以代币的供应量通胀会变低啊，这个也是对整个代币比较好的。这个就是今天关于 Radiant 这个借贷平台的一些介绍，还有一个赚钱的一个策略，还有之后 V2 的一些展望。那在影片的最后呢，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这期影片呢有给到你任何的帮助啊，希望你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并且打开小铃铛作为鼓励。不懂的地方或者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代币啊、协议，都欢迎留言给我。那我们下次见。